欢迎来到我的波兰隔离生活。大家好，我是米拉。大家好，我是世凯。我们差不多要结束波兰的隔离生活了。2021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因为我们在台湾跟在波兰都经历了隔离生活，哇，加起来差不多有一个月，对，一个月的时间。对，所以我们很经验丰富嘛，今天就想来分享一下，到底在波兰隔离还有在台湾隔离有什么差别。第一个差别呢，就是隔离地点的差别。没错。那像是在波兰隔离的话，你可以回到你自己的家里隔离。应该说，这是绝大部分人的选择，因为没有什么隔离旅馆这种东西。没有。所以像台湾就现在规定是隔离旅馆嘛，或是集中检疫所嘛。但是在波兰，你可以回自己的家哦，是没有问题的。那有些人也会抱怨啦，就是特别去台湾的外国人，他们会说啊，我去台湾还要住旅馆，还要花钱。对，因为大部分的国家可能也是这样啦，就是你去，你可以回你家隔离就好，这样子。所以这是第一个差别，隔离地点的不一样，隔离时间长短是非常不一样的。在台湾是14天，在台湾14+7，而且14天之后还要加7天，就是自主健康管理啦。但我们就算14天。那在波兰呢，只要10天，隔离人数又有差。台湾有规定，一间只能1个人，除非你是有要照顾小孩的，或是照顾老人的，或是有各种原因的，才能够一间2个人以上。对了，但是波兰没有差哦，你可以回家隔离。然后你家很多人都没有问题，就变成这不是很严谨的啦。就是虽然你隔离不能外出，但是如果你家里有住其他人，他跟你接触之后，他是可以外出的哦。因为我们的规定是跟被隔离的人一起住的人不算被隔离，所以那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从机场到你隔离的地方交通方式的差别。这应该是最大的吧？对，因为在台湾有那些特别准备的计程车，然后你可能上这个计程车之前也要被消毒一次，你的行李也要被消毒，这样。但是来波兰你可能会疯掉，因为完全没有类似这种防疫计程车的设计。应该说是这样，我们早上到了波兰，然后第2天才开始正式开始被隔离。所以我们想，所以星期一整一天，其实我们可以随便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因为没有人在乎，没有人管理。没错，因为好像隔天才开始算隔离嘛，所以其实你抵达机场之后呢，你可以搭火车、搭捷运、搭任何交通工具，你可以到超市，也没有人会管理你，接触一大堆人都没有问题。对啊，反正你隔天才开始隔离。然后波兰也没有一个系统或是一个规则来抓这样子的漏洞。是，波兰的被隔离的人要怎么被管理呢？我们要下载一个 app， 这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因为我的手机没有问题，我就下载它了。然后它会每一天抓2次不同的时间，我要在半个小时之内拍，就是自拍。然后它会也抓我的位置，那差不多是这样的。但是我有趣的故事是，世凯当那时候没有办法下载这个 app， 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他们还提醒他，要那个 app 是必须下载的。那问题就是他们的 app 有锁国家，所以如果你是拿台湾的手机来波兰，你可能就没办法下载。真的。对。所以我打了很多电话，然后可能花了1个小时处理，然后最后他们说，那好，那都不需要下载。那不需要下载，我们理论上有一个规定，就是警察真要来检查，就是要确定他在哪里。但是我们这10天呢，你有遇到警察吗？对，警察完全没有来查，所以这也是很奇怪的。我没有 app 可以追踪，那警察也不来查我，所以那这到底是怎么样？这是真的隔离吗？很认真要隔离我吗？我感觉不出来。大概是这样的。对，那台湾就非常的严谨，因为台湾它会追踪你的手机，所以知道你在哪里。他每一天会传讯息问你怎么样，然后什么你要回就是 OK 这样。也会有真人打电话给你。有，然后我那个打给我的那个警察，他还有英文，他跟我讲，因为知道我是外国人。还有旅馆他也会，你每天都要传来跟他说你的体温怎么样。所以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组的人在监视你，或是好听一点是关心你。应该是关心吧，因为反正你在旅馆，所以他们知道你不会跑掉。
一般来说，但是重点是他们就问，哎，你怎么样？你怎么样？然后我们笑着，可能在这里如果连警察都没有来，那有人会死掉，但可能也永远不会被发现。没错，所以我真的觉得比较起来，台湾的隔离这个设计这个系统真的是比较严谨啊，波兰就是有点像是在交作业。应该说是很多人会反对，如果要自己付饭店的钱。可能会反对啊，或者会说哪里限制他们的自由，所以大概是这样。有一个差别，天哪，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被隔离的时候，在台湾天天都可以叫外送。啊，对啊，波兰郊区，我们住在郊区，所以没有办法。对，所以就要请家人去买食材回来，就是这样。啊，波兰还有一个有趣的规定，就是如果你是学生的话，那你不用被隔离。这就奇怪了，所以病毒会知道你的职业。如果你是学生，就不要感染你啊；如果你不是学生，就要感染你嘛。啊，还有另一个也蛮有趣的，如果你是从申根国家回来的，可能你还可以做 PCR， 但是你如果是从非申根国家回来的，你就必须被隔离。就算你做 PCR， 那就没什么用。所以你是来自很安全的台湾，然后来波兰。没办法做检查就好，一定要隔离。如果你是来自很危险的其他申根国家，那你就可以西班牙做检查，就不用隔离。对了，那总之这不是说波兰的那个隔离系统特别差，因为我猜世界上很多国家是这类的，就是说比较轻松一点的，可能有的国家甚至没有那种隔离系统。但是这主要说，台湾的隔离系统真的是非常厉害的。那我觉得台湾人配合度蛮高的啊，就没有听说过有台湾人觉得这个不合理要改掉，反倒是很多台湾人觉得这个还不够严格，应该要再更严格一点，关个21天，关个1个月，我都有听说过。但是在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国家，不一定是波兰的，他们就会说啊，这个太严格了，你们不应该这样子限制人身自由，还说什么要去告政府之类的，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差异。总之，大家要保重。对，那我们顺利完成隔离了，身体也非常的健康，完全没有任何异状。那也祝大家就是都可以健康、平安、快乐。那我们一起等待疫情过去咯。耶，do zobaczenia。是这个，有一个东西我的家人特别喜欢，就是这个他们超喜欢。那就全部把它买掉吧。他们真的只是想让我，因为我叫他们棒棒，然后结果我的家人也习惯了，然后他们开始说，棒棒呀，记得带棒棒。那应该叫玉米棒还是玉米？有的是那种一棒一棒的，所以我就叫它棒棒哦。